感谢阿米洛海运键盘对本视频的用力支持。键盘艺术家阿米洛。哎，拿走！都叫你用球联机吧，不要再乱飘了，吓死个人。告别漂移延迟，联机加速不丢包，就用汽油联机宝。全位面宇宙的玩家们，你们好，感受完就说游戏，我是聂俊。我曾经说过，如果《博德之门》出第3代，我应该会激动的流眼泪，因为这游戏对于我来说可不只是喜欢，它更是游戏的启蒙之作。在它之前，我就是个爱玩游戏的孩子啊，玩游戏就为图个乐。直到《博德之门》，我才像开了天眼一样啊，原来游戏可以这么玩，原来游戏还能做成这个样子，从此才感受到游戏也有其艺术性。那之后的第2代更是把这种感觉推上了高潮哈，所以在我的心中，《博德之门》不仅是好玩，它更是打通了我对游戏的任督二脉。我在影响我的10大游戏里也有提到啊，《博德之门》位列第2位，重要性可见一斑。那个视频推荐没看过的可以补习一下啊。而现在，《博德之门3》真的重返人间了，而且是制作了《神界原罪》的拉瑞安工作室，这个太完美了。如果今时的 BioWare 真的接手了第3代，我们可能反而不放心，毕竟如今的深软已经不是过去创造博德之门和无冬之夜的深软了。而现在的拉瑞安非同凡响，2代神界原罪已经充分地展现了实力，也体现了他们对这类游戏传统与创新上的理解和把控，既保持了传统，又做出了创新，且不会被市场的大数据裹挟。这种恰到好处的拿捏是最难能可贵的。那我有没有哭呢？对不起，没有啊，因为在拉瑞案公布之前，我就在某个开发人聚会得知了，而且在得知之前还收到点风声基本上是又提前猜到了，所以呢，冲击来的比较缓慢没有那么激动。其实真正难过的是要忍住不告诉你们。我们虽然为媒体，但是答应了不说，就当守口如瓶。事实上，我们现在和众多厂商都有息息往来知道很多内幕，但答应了不说就得往肚子里咽。如果当初没有提前得知突然丢给我第3代的消息，或许真的会忍不住哭出来。好，相信与我相似之博德之门的老玩家，3代公布之后也一定会非常激动但毕竟20年的蹉跎，很多年轻的新生代玩家，或者当年不巧错过该系列的玩家，可能都 get 不到博德之门的魅力激动不起来。那第3代尚且还早的发售之后肯定会做视频，我们已经和拉瑞安勾搭上了力求给大家挖出更多的内容。而在3代之前，不妨先用这个视频跟老玩家一起回味一下那厚重又朴素的滋味，以及给新玩家诉说一下费伦大陆曾经充满传奇的故事。在聊博德之门前，要先花大篇幅介绍下龙与地下城 Dungeons and Dragons， 简称 D&D。如果不了解 D&D， 就无法很好的理解博德之门。之前我们多次粗略提到这次得以详细聊聊。这是个当今玩家很少听到的词汇，但20年前它如雷贯耳。饮水思源，现在几乎所有 RPG 游戏都有其基因，值得我们追溯一二。在尚且没有计算机的时代，玩物丧志的西方人发明了众多桌面战争游戏，美其名曰沙盘推演，实则为吸食桌面海洛因，我们要严厉批评。当时所有桌面游戏皆为棋类游戏，固定环境、固定背景、固定玩家阵营，干完一盘，下一盘重新排兵布阵。说白了，就是规则复杂点、元素多点的象棋、军棋。这个战棋框架演化至今就是文明、披瑟士盟等游戏。而西方人热爱的奇幻背景
虽然也走进了桌面游戏，但依然是战棋的框架啊，这可不够过瘾啊！这是无法消解当时欧美热血青年之中二思潮的。吾等志士岂能被棋子代替？吾等必将化身真正的奇幻英雄。用现代的叫法叫角色扮演，学名过家家。因此，一名叫加里吉盖克斯的推销员，估计推销业绩不佳，才如此有闲。他和朋友就捣鼓出了一套有着明确规则的角色扮演游戏。这套规则可将角色数据化，可玩家自定义，可套入故事模板，可变换地形环境，可设定不同的敌人。虽然一切都是在桌上用纸、笔和骰子就能完成，但俨然有了一整套模拟复杂剧情的方案，并创立了 TSR 战术规则研究公司来发行该游戏规则。这就是龙与地下城 D&D。扮演他人之心，自古有之，但业余的最多幻想一下，自我陶醉即可；专业的也顶多上台卖弄技艺。而 D&D 规则是史上第一套用严肃的方法、规则和计算方式来支持人们认真演绎另一个角色的系统。即是说，他真正的把过家家这个模糊的行为变得像下围棋一样可描述、可量化、可继承、可验证。如今的电子游戏，尤其 RPG 这4点必不可少。故说 D&D 系统是现今所有 RPG 之鼻祖也不为过。所以 D&D 的价值之一就是铺平了后来角色扮演的发展之路。加里吉盖克斯岂止是 D&D 之父，他更是 RPG 之父。第二个价值就是它在明确规则之下，却有着无限的扩展性，因此众人便可为其添砖加瓦。TSR 的天才玩家们用其创造了众多风格迥异的世界，有最原始也最写实的徽因世界，有更加奇幻浪漫，诞生了博德之门和无冬之夜的被遗忘的国度，有以巨龙和史诗战争为卖点的龙枪，有身处末日与变异生物厮杀的浩劫残阳，有充满哥特式黑暗恐怖的魔域古堡，有光明神圣但权谋诡计的天赋神权，还有统一了以上所有设定，包含了多元宇宙、多位面世界，风格最多变、设定最深邃的异域风景。这个设定也催生出了最晦涩的艺术品《异域镇魂曲》。这些事件直到电子游戏时代都仍然极具魅力。统计至今，至少有80多款游戏是以这些背景开发的。以背景延伸数量来算，是游戏界之最啦。而游戏之外，创造欲高昂的作家们也被这设定鲜明且可能无限的规则所吸引，奋笔疾书，写下一部部经典文学。基于被遗忘的国度，由 R.A. 萨尔瓦多所著的《黑暗精灵3部曲》和《冰封谷3部曲》，其影响力紧随《指环王》。黑暗精灵崔斯特和黑豹关海法的传奇冒险故事，至今仍在吟游诗人们的歌里传颂。游侠配野兽的搭配也影响到后来包括魔兽世界等众多游戏。天晓得魔兽世界里有多少个暗夜精灵带着名叫关海法的黑豹到处溜达呢？基于龙枪所撰写的龙枪系列，用整整17部如史书般的记载了在那巨龙翱翔的世界，伟大的英雄们的史诗战争。后续任何作品关于巨龙的设想皆带有龙枪之神韵。冰与火之歌是马丁对龙枪最高的致敬。我大胆预测下，以现今好莱坞和美剧的发展来看，以上几个系列很有可能会搬上大荧幕或者电视。而基于深邃晦涩的异域风景所撰写的小说，好吧，我看不下去这里略过。总之 ，D&D 规则不仅延伸了众多游戏事件，还为后世推进电子游戏和创造其他世界打好了奠基。它影响了整个美式 RPG 的面貌，甚至也影响了日式 RPG 的基调。罗德斯岛战记原本就是日本人玩 D&D 留下的战报，所以才叫战记嘛。勇者斗恶龙的英文名 Dragon Quest 更是借用了 D&D 衍生的一个游戏模组的名字，而他们所基于的剑世界就是改编自 D&D。如果没有了 D&D， 电子游戏的太阳照常升起，但可能就是完全不同于现在的面貌。因此 D&D 贡献了3个巨大的价值：一是规则明确可直接使用的游戏系统；2是底蕴庞大且逻辑自洽的故事背景；3是最重要的，它给了当时创作者们统一的价值链条。只要进入了这个背景中开发，就会有无数其他作者作为作品素质和气质的参考，而自己也会为了 D&D 之名给出应有的态度。这是一个互相协助、互相监督的品质网。包括 BioWare 的主创们也是 D&D 桌面游戏的痴迷玩家，
因此，理解了 D&D 的伟大，才能理解 BioWare 决定和黑岛合作，开发一款以被遗忘的国度里费伦大陆上最大的城市博德之门为主题的游戏，将是一个多么意义重大且富有文化底蕴的决策。上百个游戏模组，上千个地图，无数的跑团战报和众多如雷贯耳的传奇人物，都将为这刚刚立项的游戏注入巨大的能量。博德之门系列从诞生伊始就天命非凡，它应该成功，也值得成功。好，花了许多时间了解了 D&D， 如今终于能鉴赏下博德之门。博德之门乃 BioWare 的第2个项目，第一个项目是个叫 City Steel 的机甲对战游戏，由当时颇具实力的 Interplay 合作发行。此游戏并不成功，但它让 BioWare 认识了自己更适合讲故事而主创们呢，又热爱桌面角色扮演游戏。那第2个项目开发一款故事精彩的 RPG， 自然再好不过了。恰好合作的 Interplay 手里握有 D&D 的版权，又恰好 Interplay 旗下的黑岛刚完成了辐射，它的优秀让 RPG 有了复兴的迹象是的，在这之前，美式 RPG 出现了短暂的没落，因此黑岛积累了 RPG 的开发经验，以及捣鼓出了当时非常先进且专用于 RPG 的引擎——无限引擎。D&D 的名气 ，Interplay 的版权，黑岛的技术 ，BioWare 的故事，看来万事皆备，且 RPG 复兴的东风也刮了起来。例如当年五鼠联军大获全胜，黑岛和 BioWare 的联合也创造了传奇。当然，如果看游戏最后的制作人名单的话，会明白博德之门系列更多是由 BioWare 负责开发，黑岛只是提供技术和支持。就如辐射3维加斯主要是黑曜石开发， Bethesda 只提供引擎和协助一样所以博德之门之成功，当属 BioWare 功劳更大。说明下，以下内容除非特别说明，但凡提到博德之门，并不分第1代和第2代，而是把2代加资料片视作完整的游戏来看待。在博德之门里 ，BioWare 展现出了非凡的对角色扮演、对奇幻背景和对 D&D 的3重理解，并和谐地把3重理解放在了一起。因此，我们随处可见游戏之鲜活丰富。首先，游戏在当时就有了完整的世界感。在过去 ，RPG 游戏的世界都是围着玩家转不管是主线支线都是服务于玩家的。即便是创世纪魔法门或日本的塞尔达传说等开放探索的 RPG， 都仍然潜意识地指引着玩家的探索。每一个地牢，每一把神器，都用行为设计呼唤着玩家：“快来发现我呀！”类似上一期我们讲过的只要够细心，玩家总能够探索完游戏里的每一个角落，这没问题。毕竟做出来了就要发挥作用了。但博德之门在20年前就有不一样的思路。它虽然不如现在的开放世界大作般自我运转，但整个世界也还是自成一派的。游戏里有众多神兵利器，有许多隐藏的宝藏，有繁多的法术，而这些东西很多都和你无关。商店里的有些神兵利器，正常游戏流程是根本买不起的他们的存在不是为了配合玩家的经济成长模型的，他们就是那个世界的奢侈品，陈列于商店内，仅此而已。就像现实中的 Mac Pro 一样，神器但与你无关。当然，由于系统之自由，只要玩法邪门，总能够搞到这些神器。但倘若搞不到，一样能够打通关。而隐藏宝物们呢，要么藏于平凡无奇森林的泥土里，要么揣在某普通 NPC 的兜里，要么握在只有一面之缘之旅人的手里。如果不是地毯式搜索，不是见人就偷、见人就抢这些宝物或许玩10次都见不到，但它们确实存在，与你无关。而有些法术呢，作为玩家兴许一辈子都用不上，比如主要用于砸锁的敲击术，在有盗贼开锁和战士暴力砸烂开个蛋蛋的游戏里，这法术根本无使用之机会。还有提升魅力的友好术，提升运气的幸运术，效果基本随机的愿望术等等。在 D&D 里，法术的记忆本来就有限，并不是学会就记住了而是每个等级都有固定的数量，换一个记忆还得休息一晚。而法术又种类繁多，还分不同学派、不同物理分类，学派和物理分类之间还有很多联系，完全就不像架空世界里随意构思的魔法，而根本就是一个庞大的科学系统。因此，更加有许多法术是完全无机会使用的但不要紧，庞大的法术科学不全是为了让玩家使用而存在的，它们就是这个世界的魔法学科，同样与你无关。
而 D&D 背景里知名的人物也会过客匆匆的与玩家擦肩，路上遇见的糟老头子，或许整个游戏都不会见到他第二次，但他可能是最伟大的法师伊尔明斯特，这相当于指环王里的甘道夫的级别啊！森林里一面之缘的奇怪游侠就是带着黑豹的崔斯特，几句对话后匆匆离去，并没有给你留下什么重要任务，他就是这么不在乎你。如果玩得够邪乎，后面依然可能遇到他们啊，甚至可以大战一场。但正常流程下，都是在对方离去之后才回味过来，自己遇到了传奇。当然，玩家依然是主角，这仍然是玩家书写历史的舞台。但在其中探索，会明显的发现，这游戏不是一个为你搭建的舞台的感觉贯穿始末，这会让玩家产生宏大的世界感，哪怕通关了，都仍然觉得自己是世界微不足道的涟漪。但它又和上古卷轴那种能够感知到有很多支线的世界感不同啊。博德之门是无法感知的世界之大，这是存在即合理，但却与你无关。而这还是在20年前啊，此乃非常微妙、难以精确描述的感觉，或许只能自己体验并意会了，但却是众多拥趸所热爱的。而另一个极其鲜活的，就是每一个可招募成队友的角色，他们有血有肉，更胜玩家。当然，现在看来，有专属剧情、有鲜活性格的队友已经不算是新鲜的了，基本是 RPG 的标配。当然，这个标配其实是博德之门第一个树立起来的。在博德之门之前 ，RPG 是一个人的世界，而博德之门之后才有了鲜活的队友。而且，就算时至今日，也没有哪个游戏的 NPC 之鲜活可超越博德之门这个先驱啊！第一个队友，那不可能那么可爱的妹妹艾蒙，吵闹的性格、善良的心地和清脆的声音，让刚刚踏上冒险之路的我有了一丝温情。后期他身份的真相也让剧情有了更大的格局。还有养父生前把我托付给他的一对好友夫妇卡利德和贾希拉，虽然在一开始让我觉得不那么放心，但很快会发现一路有他们的支持多么令人安心。这是养父能为我做的最好的安排。邪恶的天才法师艾德温会因为执迷于神器而不小心变性成了女性。艾德温呐，其扭捏又不敢发作的态度很可笑啊！原来邪恶的外甲里面是一颗傲娇的心行吧，你维持女性挺好的。和传奇人物黑暗精灵崔斯特一样啊，来自幽暗地底，但无法接受黑暗精灵之邪恶而来到地表的维康尼亚，让我们感受到种族的束缚和内心的善良所产生的冲突是多么让人无奈的枷锁啊！看着满口正义的圣骑士凯东在前线挥舞着双手巨剑，把一个一个敌人砍成肉饼，让人惊讶。坚定的信仰原来真的能带来巨大的力量。人形绞肉机不是浪得虚名啊，只是总是在战斗中偷偷砍几下看不顺眼的队友这个毛病很不好啊。当然还有大家最喜欢的来自德云社的怪力游侠明斯克，他告诉了我们，不会讲段子的战士不是好的游侠，而且毕竟是专业的还是在捧哏的人。形影不离的小仓鼠布布没错，说的就是这个他经常和小仓鼠布布说话战斗前他会喊一声 You point, I punch， 然后就和凯东一起冲入敌阵绞肉去野。但说实话，我并不确定这句话他是对我说的还是对布布说的，但是我知道他的物品快捷栏里布布占了一格，还不能拿下来不然他会对我 punch。 果真光头都不好惹呀，特别是当队伍里的萌妹子艾莉被打倒之后，认真起来的明斯克一拳就能打死敌人艾莉你先躺好先别起来。另外最有意思的是，我们发现了一把会说话的剑。哇塞，会说话的剑，这个太阴吹是听了。传说中有个猫娘奴隶，就是因为发现了一把会说话的魔剑，然后成长成传奇英雄。那这把剑会不会也这么厉害呢？很遗憾，这把剑除了话痨没什么特别的，而且那话是真的多呀，啰啰嗦嗦的根本受不了。我很鸡贼的把它交给了明斯克用，从此明斯克更疯了，一边对着布布说话，一边大喊大叫，不知道说了什么就冲进敌人堆里去了，连凯东都有点不敢靠近了。是的，这些就是我们在游戏里会遇到的队友们，以及他们一起冒险遇到的趣事。老玩家对这些回忆一定会如数家珍。事实上远不止这些，还有太多有趣的互动，有谈情说爱，有背叛悔恨，有生离死别，有冰释前嫌。这也是系列营造世界感很重要的一环。玩家不再是孤独的挑战魔王，而是有那么多人和你一起对抗命运。时至今日，没有哪一个 RPG 的队友们可以让我感受如此丰富的情感和剧情。他们的真实不只是有专属的任务而已，而是每一个小动作、每一句话、
每个技能、每段经历都深刻地体现他们内在的灵魂。这些队友的剧本充分炫耀了拜威尔描写人性的功底啊！哦，对了，黑稿机也是博德之门先带起来的。除了剧情、角色、世界感这些软内容上，博德之门在系统、战斗这些硬内容上也有很深的深度啊。当然，这主要得益于对 D&D 规则的还原。D&D 系统允许玩家对每一个 NPC 进行攻击、偷窃、施法等动作，有时候谈话并不是最好的解决方案。得益于繁多的神器、道具、药水和用法多变的法术，游戏的战术选择也是异常多变。是菜刀团围殴，是近战防御远程输出，还是迂回吸引法师收割，都根据每场战斗的敌人类型、地形、玩家队伍组成和对道具法术的理解的不同，有着无穷的打法。只不过这也让不少新玩家难以上手啊，需要一定的学习成本。但复杂也更加深了战斗的可塑性啊。很多设定上不可能战胜的敌人，只要充分准备，战术运用得当，也是有几分胜算的。比如上面提到的大英雄崔斯特，玩家是可以强制攻击他的啊。正常来说，这个手持双刀的游侠可以剁死玩家整队人，非常从容不迫啊！这根本就是自寻死路啊！但只要熟读《孙子兵法》，使用各种无赖战术，还是有可能能将其击败，获得他的几件传奇装备。虽然游戏并不鼓励玩家这么对待我们的大英雄啊，甚至为此设置了惩罚机制，那就是如果玩家抢了崔斯特的装备，以后会随机遇到其挚友大法师马尔可，强行要回装备。如果不还，这个大法师可以瞬间灭了整个小队。当然，事实上大法师也是可以被打败的啊，但这已经超出了普通玩家的能力，所以这算是一个阻止和惩罚机制。但一如上文所说，这个世界就是那么完整，虽然不鼓励，但架不住有玩家就是想这么干，因此还是为打败了崔斯特和大法师提供了装备奖励。甚至在第2代里，如果继承存档，会第2次遇到崔斯特和完整的5人小队，也就是小说中的全明星阵容。他们会根据玩家在1代里与之相遇而做出的行为来判断如何应对，是点头之交，是感谢拔刀相助，还是带着小队杀将而来，就看玩家之前种下什么因了啊。当然，如果打败了这一整个明星小队，收获的奖励将更为优渥，就看玩家有没有这个实力了。但游戏富有深度的战斗系统确实为其留下了可能，这也成为了多周末游玩的一大乐趣。包括崔斯特小队在内，整个系列还有好几个经典战役，都让老手们津津乐道的重复挑战。这些战役大多是不必要甚至不应该打起来的，但为了体现游戏之完整，只要有玩家想打，就该允许，战斗系统上就该支持，也就该有奖励。因此，博德之门系列现在看起来非常朴实无华。系统和玩法放到如今也不再独特，但要知道，在20年前，在大多游戏还在为玩家搭建专属游乐场的时候，博德之门就在致力于搭建一个尽量完整的世界。虽然当时的技术并做不到世界自我运转，剧情推动仍然是以玩家的行为为准，但拜尔威尔利用对 D&D、对奇幻、对角色扮演的理解，以最大的耐心，用最笨的方式去为游戏填充尽可能多的细节，让游戏里的世界自我合理的存在。而玩家会和世界发生什么样的互动，就看玩家自己的行为了。这在20年前是一种无与伦比的游戏体验，哪怕放到今天，如果抛开画面的落差，静下心来体验，仍然能被这种自我存在的细节而打动。这就是博德之门美式 RPG 的重新定义者。除了上文所述那些扎实的内容，博德之门其他方面品质打磨也非常之高。以当时眼光来看，画面属于第一梯队，无线引擎对细节的表现无出其右。即使那么点大的小人依然有换装、换皮肤、换体型等纸娃娃系统。法术的声光效果也领先于时代。而我个人最痴迷的是游戏在环境上的模拟。其实这也同样证明了游戏对世界感的重视啊。游戏里对场景、地形、自然等景观刻画都很自然，而最让我陶醉的，这是背后的音效，野外森林里野兽的叫声，夜晚既安静又悦耳的虫鸣，都市里喧闹的叫卖和市民的窃窃私语，黑暗地牢里空洞又吓人的回响，都用音效完美的体现出来。哪怕至今，不管是重制版还是原版如果戴着耳机游玩，这些环境音效依然会让玩家无比沉浸。
我曾经说过，音效对游戏沉浸感的重要性，我就是在《博德之门》里第一次感受到了音效的魅力。其中最让我上瘾的是游戏里的脚步声。我不知道有没有《博德之门》的玩家和我有同类感觉啊？我觉得《博德之门》里角色行走的脚步声，特别是一整个队伍6个人都踩着不同的节奏，在各种地面上行走所交织的声音，让我无限着迷，百听不厌，甚至光控制着人物乱走都能享受好长时间。直到最近我才知道，这其实就是 ASMR 颅内高潮啊！这可能只是我个人意外的喜好啊，并不是说 BioWare 就故意用 ASMR 标准做脚步声，而是证明了这个游戏在各方面都打磨得非常细致。BioWare 不知道哪一点会打动玩家，但只要足够精致，总有一个小细节能让玩家无法忘怀。现在的玩家或许无法一眼看出它的精致，但时间的脚步并不会抹灭这些细节的高光，只需要细细品味。这就是20年前的博德之门，20年前做游戏的精益求精。但很可惜，这种理念在之后一段时间里慢慢没落啊。技术的快速进化和玩家的浮躁心态，让游戏已经不需要那么精致，也不需要费力营造自我存在的世界。BioWare 变得越发简化，越发模块化，而固执己见的黑岛甚至惨遭解散。这是时代的波动，是技术进步的牺牲。我们不能怪市场，不能怪玩家，因为它同样存在即合理，且与你无关，我们只能缅怀。但除了缅怀，我们仍然有希望。我曾经说过，游戏是不会死的，因为任何一款消亡的 IP 在未来可能都有复活的一天，因为游戏是创造世界，没有什么力量能绝对抹灭一个世界的存在意义。这几年技术开始稳定，市场也慢下了脚步，快餐的浮躁依然存在，但玩家的品味也在慢慢沉淀。因此我们看到了很多充满艺术性的游戏和很多慢节奏的复杂游戏又浮现出来，并取得了好成绩。浮躁的玩家自有他们的乐趣，竞技的选手自有他们的天梯，而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天地。也因此博德之门才获得了复活的能量。第3代还在开发中啊，虽然是拉瑞安出手，但游戏没出，我们依然不敢说它就一定是精品。不过我们兴奋的不是博德之门的复活本身，而是它背后所包含的含义，它所代表的传统游戏文化的复活。未来快节奏和慢节奏，新潮和传统将多元存在，这确实是玩家最美好的时代。